Hello， 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还有教育现场的伙伴们，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在我们开始之前，请你先跟着我稍微放慢呼吸，一起闭上眼睛，在脑海中想象一个画面。当你的孩子遇到一个怎么解都解不开的数学题，或是练了10次、20次却还是弹错的钢琴小节时，他转过头来看着你，脸上的表情是跃跃欲试还是挫败逃避呢？其实我们常常把培养成长型思维挂在嘴边，可是当挑战真的降临，孩子大脑里冒出了那个小声音，究竟是我真的不是这块料，还是太棒了，我的大脑正在帮我开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 M 亲子书房练习曲家庭实践单元的第6个月，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哦，因为我们不再只是纸上谈兵了，我们要在家庭里真正实时的建造一座大脑健身房，让孩子在无可避免的失败中感受到真正的进步与疗愈。所以在我们正式把理论化为实践之前，我想邀请大家先做个小小的互动，请在下方留言区非常诚实的跟我分享，最近一次当你的孩子遇到困难、沮丧的想要放弃的时候，你脱口而出对他说的第一句话通常是什么？是没关系啦，你已经很棒了，还是再试一次就好？先不急着批判自己哦，很自然的写下来就好。等我们一起走完今天的解析旅程，我们再来温柔地检视一下，你留下的那句话到底是帮孩子轻轻关上了门，还是帮他敞开了那座大脑健身房的大门呢？为了让大家清楚知道接下来可以带走哪些超实用的资讯，我们今天的地图会快速送上4份成长礼物。第一是带你重新认识大脑的神经元开路实验，第二教你平衡家中氛围的家庭成长公式，第三让孩子主导热情的专属天才时间，最后则是给你具体对话指引的本周微行动。对了，请千万别忘了跟着我一起看到最后哦，因为在结尾的地方，我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个专属的、非常温柔而且绝对用得上的口语题型小礼物。好，那我们就直接跳进第一部分，神经元开路实验。说真的，要打造大脑健身房，我们必须先让孩子，当然也包含身为大人的我们自己，从心底深信一件事：能力绝对不是固定不变的。大脑其实就像肌肉一样，会因为正确的练习而慢慢长大。这可不是什么空泛的心灵鸡汤，这是真的有神经科学根据的哦。你想象一下，孩子的大脑里充满了数以10亿计的微小积木，也就是我们说的神经元。每当孩子在学习全新事物，觉得有点吃力，甚至是犯错的那个当下，这些神经元可没有在休息哦。相反地，他们正活跃地彼此发送微小的电讯号，噼里啪啦地拼命试图在未知的领域中建立起新的连结。这感觉就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甚至有点混乱的大脑建筑工地一样。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你可以想象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画面。当孩子在做那些很简单、早就熟练的事情时，就像是舒舒服服地走在一条平坦的水泥路上，走起来很顺畅，没错，但大脑的结构其实并没有改变。可是当他们面对困难的挑战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候神经元就像是拿起开山刀，正在脑海中辛苦地劈砍出一条全新的崎岖山路。所以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那种卡卡的、充满挫折的困难感，绝对不代表孩子很笨，它反而正是大脑内部正在披荆斩棘、正在变强壮的最高证明。很多神经科学的研究为我们带来了一句非常有力量也非常疗愈的安慰：错误不是失败，而是终极的成长启动器。你知道吗？当孩子犯下错误，而且他愿意停下来反思的时候，他脑部活动的反应其实比顺利答对时还要剧烈得多。这个科学证据根本就是要来帮我们家长和孩子卸下那种失败的罪恶感的。错误真的不是终点，他们其实是按下去会让大脑急速成长的那个按钮。带着对大脑的全新认识，我们接着进入第2部分，家庭成长公式，来看看怎么营造刚刚好的挑战。我们现在要从科学理论平稳地过渡到家庭的日常实践中成长型思维学习指南这份资料里提供了一个非常动人又实用的黄金公式：滋养的环境加上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再加上高期望，就会等于成长。这3个元素真的是缺一不可。如果你给了太多的滋养却没有挑战，孩子可能会变得有些脆弱；但如果只有高高在上的期望却没有滋养，孩子又会感到窒息。
所以我们家长的艺术就在于如何在这三者之间为孩子调配出那份刚刚好的完美挑战。我们在这边稍微停顿一下，大家可以轻轻地问问自己，要建立第一步的滋养环境，也就是打造一个安全的冒险区，最关键的就在于大人面对失败的态度。说实话，当孩子搞砸了什么事情，你是立刻展现出焦虑跟责备，还是能带着温和的好奇心问他，这看起来蛮有趣的哦，我们来看看哪里卡住了。在家里，失败应该只是一场纯粹的数据收集，是让孩子觉得没关系，我可以安心重新开始的契机。接着是第二步，设定任务。我们常常会因为不忍心看到孩子受挫，或者为了想快速给他们建立成就感，而给一些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完成的任务。但老实说，这其实是扼杀成长型思维的毒药，因为这会让孩子误以为所谓的聪明就是不费力就能成功。我们真正需要给的是所谓的踮脚尖任务，也就是那种需要他们稍微伸长手臂、踮起脚尖、流一点汗才够得着的目标，这样才能真正锻炼到大脑的肌肉。这张图真的非常精彩地说明了公式的第三步，高期望。我们必须清楚区分平等跟公平的不同。在家庭教育里，高期望绝对不代表每个孩子都要拿到一模一样的考卷或标准。真正的公平是我们能够看见每个孩子目前的起跑点在哪里，根据他们独特的状态，给予专属的、最适合他的挑战。也就是说，给予每个人成长所需的特定养分，这才是我们身为父母最温柔的差异化期望。好，那周末再具体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进入第三部分，专属天才时间。让我们来看看如何把刚刚的公式具体化。在周末的家庭时光里，最棒的实践方法就是给孩子一段专属的天才时间。这个概念其实是源自于像 Google 那种知名企业用来激发创意的20% 时间策略，但把它转化为家庭实践时，效果真的出奇的好。试着每周播出一段固定的时间，也许就周六下午的2个小时吧。在这个时段里，请把主导权完完全全交还给孩子，让他们去研究自己疯狂热爱的事物，不管是去楼下花园观察昆虫，自己摸索写程式，讨个饼干，甚至是研究某款电动游戏的过关策略都行。不过要注意哦，在这段天才时间里，我们父母的定位必须做出改变。大家请跟着我深呼吸，然后向后退一步。我们要从那个总是发号施令、直接给答案的指挥官，温柔的退位，转变成一名从旁协助的教练。你想想，教练是不会替选手上场打球的，对吧？教练只负责提供资源，给予书籍或材料。当孩子遇到瓶颈气馁的时候，教练是透过提问来引导他们反思该怎么突破，而不是急着自己出手把问题解决掉。容我分享一下我们家真实的执行例子。在我们家，孩子每个月会设定3个目标，其中一个必定要跟课业毫无关联，纯粹就是他的热情所在。比如说，他非常热爱设计故事跟画画，因为这是他真心渴望想做的事，他会自发地投入大量的时间，完全不需要我们大人在旁边催促。当他发现某个剧情卡住，画不出来的时候，那种我好想完成自己作品的强烈欲望，会自然而然地培养出他面对困难的韧性。这真的比我们做父母的念上100句说教都还要有效。终于，我们来到最实战的第4部分，本周微行动。既然理论跟大方向我们都有了，现在就来点可以直接用上的实战技巧。本周，当你在陪伴孩子面对挑战时，我们可以用4的温和的方向来引导孩子。关于冒险，你可以对他说：“宝贝，这周你有尝试哪件让你觉得紧张但很酷的事吗？我想为你的勇气击个掌。”关于资源，你可以问：“当你觉得卡住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工具可以帮你把路打开？”关于价值，试着问问他：“比起最后的结果，我其实更好奇，你在哪个瞬间感觉到大脑在开路呢？”最后，在给予赞美时，请务必具体一点。我看到你卡了很久，但你没有放弃，还尝试了3种不同的方法，这就是你的大脑在变强壮的过程哦。这些话语能很神奇地把进步的掌控感重新交还到孩子的手中。现在让我们首尾呼应一下，还记得我们在一开始请大家留在留言区的那句话吗？如果你当时写下的是没关系啦，你已经很棒了，我们这周能不能试着把它转换成一句更有力量的赋能语句？
试着改口对孩子说：“这确实很难，这代表你的神经元正在打结，正在努力开辟一条新的山路哦。我们一起带着好奇心来看看，还有什么新策略可以试试看。”你看这句话是不是完美的将挣扎与困难给正常化了？孩子听了自然就不会那么害怕卡关了。总结来说，成长型思维最核心的基石就是让孩子从内心深处去寻求并且热爱挑战。透过今天我们解析的家庭版天才时间以及家庭成长公式，你其实不仅仅是在教导一个概念，你正在把自己的家实实在在地转化为一个充满滋养而且容许犯错的大脑健身房。在这里，每一次的跌倒都不再是失败，而是肌肉生长的绝佳契机。来到今天的尾声了，这也是我一开头答应要送给你们的专属温柔提醒。当你在实践这一切，偶尔还是会感到心力交瘁，觉得很累的时候，请把这句话放在心底，并且轻轻地把它送给你自己，还有你的孩子。记得，你可以学会任何东西。成长型思维从来都不只是给孩子练的，它也是给我们大人的疗愈。这周的练习就从改变那句对话开始吧。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在下方留言分享你今天获得的最大启发。让我们一起陪伴孩子，轻轻按下大脑的成长启动键。这里是安亲子书房练习曲，愿今天的内容带给你满满的力量与疗愈。我们的家庭实践单元下周见喽，拜拜。